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Hello，大家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录视频了，因为去了一趟德国，去柏林旅游了5天，感觉对德国的印象一直都很好。这次呢，我想聊一聊关于这个塑料瓶回收的事情。在德国呢，塑料瓶回收呢是一个非常常见而且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他们是怎么进行回收的呢？就看一下我的录的一段视频吧。这就是德国超市卖饮用水的地方，然后它的价格呢，其实是分了2个，第一个是瓶子的价格，在上面这里是0.25，下面呢是瓶子加里面水的价格是0.84，所以瓶子的价格呢占到了30%左右。你现在看到这个机器呢，就是塑料瓶回收机器，它只接收德国生产的这些饮用水的塑料瓶。我曾经试了一下，放一个法国带过来的塑料瓶，它是不接受的，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你可以连续的投很多个塑料瓶，所以有的家庭它可能会有拿一堆塑料瓶过来，然后当你完成了以后呢，你点确认，它下面呢就会出现一个小票。那么这个小票呢，就是一个等值的购物券，你可以在超市里头购买任何东西了。德国人做的这件塑料瓶回收的事情呢，是从2003年就开始了。他们现在这个塑料瓶回收的这个能力可以达到97%，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也就是说，如果有100个瓶子，97个瓶子都可以得到回收，这个事情对于社会的环保性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呢，我这里想说的就是，德国人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说德国人的素质要比其他国家的人要高，而是说他们政策制定的比较合理。你看这个瓶子和这个瓶子里面的饮料啊、水本身是价格一起销售的话呢，这样就会迫使很多我可以说就是中产呢，或者是低收入家庭呢，他们都会把这个瓶子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们去到那个机器上进行回收。这个做法呢，可能对于一些就是平常比较浪费的人呢，并不起作用。也就是说，我可能很有钱，那么我无所谓，即便说这个瓶子可能会要花掉2毛5。或者是3毛更高的价钱呢，我照样可以把它随意丢掉。但是呢，对于社会上的很多，比如说垃圾收集的人呢，或者说你说酒店里头清洁的人来说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赚取一些外快。那么从这个程度上呢，它也是在另一方面保证了这些塑料瓶可以回收。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蛮聪明的做法。塑料瓶回收的事情呢，让我就想到了现在，在国内的那个上海实行的垃圾分类制度。我觉得垃圾分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首先需要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做法上呢，还是有一定的缺陷吧。主要就是说，我看了一些新闻呢，一些报纸上说，就是这个垃圾分类主要是靠那个社区的大妈，他们每天固定的时间，把这个丢垃圾的地方开放给所有的居民，然后呢，在旁边监督，然后可能还需要一个本本写上就是谁丢了垃圾，谁没丢。因为如果是说你这个住户经常不丢垃圾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小区里头谁随意丢垃圾的人就可能是他。这里我说一点就是，这个小区大门虽然是封锁的，但是还是让住户有机可乘，可以随意的丢垃圾。那么如果你经常不在
规定的时间内丢垃圾，而小区里又出现了乱丢垃圾情况，他们就可能归咎于这些平常没有被登记的人。那么呢，我总的来说，这个政策呢，就是丢垃圾，垃圾分类这个事情是很好的，但是，它在政策实行上，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改进。首先就是，你看借鉴这个德国的塑料回收机制，可以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机器啊，进行这个干湿垃圾的分类，也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垃圾投到一个机器里头去。那么这个就可以达到回收的作用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可能在市场里头，你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可能也可以把这个垃圾的这个钱呢给你先算进去。OK， 那么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相当于购买了这一部分垃圾所需要的这个人力和物力那么最后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之前说的，有可能有一些住户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不太在乎钱，他还是随意的丢垃圾。但是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呢，他们对于就是说这个垃圾回收可以收到一定的收益的这件事情，还是感觉是在赚的，是有一种赚钱的样子。那么你没有进行垃圾分类，而其他人去把你的没有分类的垃圾丢到那个垃圾回收的机器里头去，它可以赚1点外快的话呢，说不定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我相信，就是说，政府啊，或者是这些职能部门也想过，肯定困难重重。但是我要说，就是说，对于垃圾回收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很多的创新我们可以做。这个需要大家去思考。我也希望就是说政府的话能够将来多一些创新，然后给整个社会然后给每个人都能提供一种合理的这个垃圾分类和回收的方式。今天就是我想分享的，谢谢大家，再见。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